你对人野八海的印象是什么呢？是清澈的池水，还是美丽的富士山？我们走访了这8个池塘，发现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这里真的值得你过来吗？如果那个池没有美到让我觉得值得走去看，我就把那个湖池的水喝光，拉回去台湾当火锅水。来到什么农地？为什么沿路上都没有游客啊？你确定？你就是游客啊。嗨，大家早，我们窗式小夫现在在人野八海。那我们今天是从玉电厂那边搭巴士过来，车程时间大概是40分钟左右。玉电厂是第一站，所以你通常都一定有位置。但是我要提醒的是，如果说你是从河口湖那边搭巴士，因为人野八海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，所以人潮会非常的多。记得你一定要提前时间就先去排队，会建议你不要携带太多行李，整个巴士非常的挤。河口湖那边的寄物柜又非常的抢手，所以基本上你在河口湖站内找不到寄物柜的几率很高。那建议你就从河口湖出来之后，左手边你会看到一间 Seven 对面就有一些寄物柜是比较有空位。再提醒第二个，你要先准备很多的100块零钱。在人野八海放到这边的寄物柜，比车站的寄物柜便宜的大概1倍左右吧。河口湖那边像这种大型的寄物柜要700，这边300，而且其实都还有空间。进来大概走1-2分钟就会到观光案内所，那它这边也有寄物柜，它这边最大的一个是日币200块。又比外围又再更便宜的100块日元。没错，如果说真的太热门了，发现这边寄物柜都满，其实它里面人工柜台也可以寄放。那一件大型行李是日币200块。经过了一间团子店，是我跟薛仁好几年前有来，然后非常非常好吃，物美价廉，然后它那个团子超级 Q 的。我记得印象中的时候买一只100块，我刚刚看价格多少钱？一样是100块，一样100块，一只100块。对。超佛心的，我们台湾的物价都涨成这样子，它居然没涨我刚才还想说，我这么久没来，它来了之后会不会涨价？结果没有。这个终于买到我们朝思暮想的团子啦！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市区的时候，我都忍住不吃团子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来人野八海，我要吃最好吃的团子。一样好吃吗？是我们记忆中的味道吗？我回家了，各位，好好吃哦！外面加上一些酱油的香气，喝肥很单纯、很朴实，但是又带点嚼劲的口感。这把再吃一个绿色的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差别？艾草的也超好吃，它艾草超级香的，就咀嚼到最后之后，你的尾劲是艾草香气慢慢扑鼻而来。你仔细看，它这边都里面有绿绿的，一条一条的。真的货真价实，我要吃到，真的还是一样很好吃哦。丸子就是这样子软酥嫩嫩的，大部分都是这种白色原味的比较多。很少看到这种艾草的，所以来这边建议先直接买艾草的，直接升级到 Plus 版本。沿着热闹的商店街直直走，会来到第一个池塘，也是人野八海最具代表性的泳池。老婆，富士山水你不要喝一下？它有一个空瓶，150块日币，你就可以在那边装富士山流下来的水。喝到饱是不是？没有写，他没有讲150块是不是喝到饱？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去附近的小溪装水很好。这么可怜。刚刚看了一下他的介绍资料，以前人野村它是一片湖。一片湖泊，对，但是因为地壳扰动的关系，它才慢慢逐渐形成一个平面的陆地。目前还持续是富士山流下来的水直通到泳池，直通，对啊，直达。因为那边水就是富士山流下来的水。NASA 还把泳池的水拿去外太空做人造雪，所以你现在愿意去买后面150块的保证？我愿意，马上去买，马上去买。来到一个景点，你最好可以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跟历史，你会对这个地方有更深刻的感情。传说有新娘手持吊子投身于池中，池底是沙地，这座吊子池也被称为结缘之池。黏土湿湿的，看一眼就可以走了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里面有鱼啦，然后还有一些小零钱。对啊，因为刚刚很多旅客看一眼就走了。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可以不用过了。府池是人野八海中最小的池塘，水流涌出像沸腾的热水，因此得名。
这个浮池超推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湖面倒影出来的色泽真的超让我惊艳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无底洞，它上面的颜色是有点偏淡青蓝，哇，那超美的。里面的生态也超丰富，有大鱼跟小鱼、水草相映而成。我觉得虽然浮池是人野八海中最小的一个池，但是我觉得好像看到一个小小的蓝色行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浊池，那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叫浊池？因为当初有一个行乞者来这边讨一杯水，但是好像结果不是很好，所以这个池慢慢变得很浑浊，所以这个池也被誉为是浊池。所以人还是要保持着善念，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贡献社会。我觉得实际现场看这个池其实蛮漂亮的，大家看前面有蓝光的倒影在湖池上闪闪发亮的，还蛮漂亮的。前面日本名水百选地，所以有很多男女老少那边装水。我们晚上的火锅水有着落了。对啊，中池紧邻热闹的商店街，面积较大，加上位置显眼，常常被误认为是人野八海之一。虽然是人工开发的池塘，不过池水清澈，周围有小桥流水，景色一样美丽。哇，这里面有很多摊贩，然后卖 T 恤跟小小伴手礼，还有一些干货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哇，人山人海耶，加西朗已经比夜市还热闹了。然后还有卖那个明水的炒饼，就非常有名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超多人在买的。哇，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想吃冰淇淋呢，有带小孩子来的话，这边也有卖冰淇淋。然后这边有卖一些皮件啊，如果你今天想要买一些伴手礼送回给亲朋好友的话，这边也可以找到。然后一些小小的手工艺品都蛮多的。这边就可以直接装富士山的明水，延年增寿。或者说你这边可以到旁边有付钱的空罐子，你可以拿进去装水。虽然人野八海这边人非常多，游客、团客啊、散客都超多，但是这边其实有蛮大的休息区跟座位区，这边喝口水、上个厕所、丢个垃圾，其实这边都真的蛮方便的。而且其实像这边的广场以外啊，在外面就是池子的腹地，你都可以找得到座位坐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一定要到这边来休息，因为其实我发现它这边设置的座位还挺多的，所以老人家来这边你也不会担心说走到脚很酸没有办法走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对于观光客来说是相当的友善。镜池因为可以清楚倒映富士山，就像一面大镜子。因为现在镜池看不到富士山，所以它没办法倒影那个富士山的角度，有点可惜。但如果它能倒影富士山，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湖景。那里面好像没有养那种很亮、很鲜艳的鲤鱼，它应该是怕破坏镜池的画面。菖蒲池因为生长菖蒲而得名，这里可以欣赏富士山的景色和八大龙王碑。传说中将池中的菖蒲缠绕在身上祈愿，能够治愈疾病。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池，那这个池是要去付费的，大人是300块日元。那它也有营业时间是9点到下午4点半，所以不要错过第8池的时间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自动贩卖机，就是大人1名嘛。OK。然后我们就要把钱币投入在这边。我觉得花这个300元这样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像泳池附近非常多人，你看来到这边一望无际，没任何的人。我觉得可以花点小钱来这边享受一下比较宁静的氛围。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，哇，有被吓到，因为整个湖景加上后面的山景跟后面的树林相映相辅起来，超美的。售票处的屋顶设有一个观景台，是可以拍摄富士山的绝佳地点。안녕하세요，감사합니다。我觉得那个景色很屌，真的超屌，我等一下拍给你看。留在外面驻守看行李啊？但是把费1号跟把费2号对不对？是1号吗？你是2号。来，我们刚才在外面是不是看了太多鲤鱼，想要去摸？我没有想要摸。这边摸到宝，你真的手痒就下去摸一下。
但是它速度有这么快吗？看，呜！但是还是不要好了，不要惊扰到它们，因为动物都是很宝贵的，远看就好了。下面鱼超级多的。这栋有200年历史的老建筑，里面展示了当时用的家具、农具和武器。有觉得这里很像金斧头、银斧头的场景吗？不过从这里掉东西下去的话，东西可是会不见的哦。据说在这里消失的物品常常会在腐池找到，所以人们猜测这2个池塘的水脉是相连的。这个出口池离人眼派是比较远的地方，看看这个池到底值不值得特地走过去一趟呢？走过去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内可以到。如果那个池没有美到让我觉得值得走一趟，我就把那个湖池的水喝光，拉回去台湾当火锅水。好，我们走到这边，它也有指示右转。好累。其实我觉得来日本走这种步道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其实它车子虽然经过，但是它都会非常优先礼让行人。这些人是优良好驾驶的学习榜样。对啊，来日本走斑马线我都非常的放心。左转就来到什么农地啊？为什么沿路上都没有游客啊？你确定？你就是游客啊？你不会好奇长什么样子吗？但是我刚才沿路走过来，完全没任何游客伴随我们而行，就只有我们2个在那边傻傻的走。那我们想说，到底有多特别，一定要我花这15分钟来走？那就拭目以待了。啊，走着走着，终于看到前面的人野八海的告示牌了。出口池是面积最大的池塘，以北斗七星来比喻的话，是人野八海的北极星。池塘上方有一座神社，附近没有商店和人潮，所以这里特别安静。池里面竟然有一点小小的热色。开花之后樱超美，你看后面都是树林，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然后还有神社在那边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好是淡季的时候来，走到这边会看到有点可惜。如果今天是在花季的时候来多好，就带各位来看最后一个池——出口池。人生能找到出口吗？人生就是像今天的旅程一样，去每一个池都会看到不同的景色。我觉得来人野八海给我的感觉是，每一个池其实它有代表一些不同的故事跟含义。有的池有大有小，里面的生态也不一样。我觉得日本它就厉害在于说，它每一个造景都是有整体性的，不会说突然间这边有电线杆啊，或突然这边有很奇怪的造景。你会觉得说，来每个池你会不同的体悟跟感受。尤其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应该还是那个池。有多余的时间，很建议大家可以去底湖池这边晃一下。你花个300块的日元入场费，但是里面别有一番天地。觉得来人野八海花的时间比我预期还久。我觉得人野八海，你其实真的可以逛一整个下午，包含在里面吃东西，慢慢看每一个池。而且我会建议，就是每一个池的来龙去脉，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，你会对这个池更有感觉。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是创世小夫妻，下集见。